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葡萄牙奇葩新聞大聯播。我是你們專注在南歐這片神奇土地，挖掘魔幻現實主義的主播，人在葡萄牙。各位，如果你覺得生活平淡如水，邏輯嚴密的讓你窒息，那我強烈建議你來葡萄牙住上1個月。在這兒啊，你會發現現實生活根本就不需要編劇。因為這些人呢，都太能編了，那是連魔幻現實主義大師馬爾克斯看了都要直呼內行的編呢。今天這期節目含金量，或者是槽點量呢，有點爆表啊。我們將看到，為了進屋殺個跳蚤，政府竟然要動用法官大人發金牌。一位普通的國家技術人員家裡竟然藏了能買下半條街的80萬歐元現金。還有啊，如果你參加國家考試，試卷被教育部弄丟了怎麼辦？別擔心哈，法官會給他們48小時變魔術。準備好了嗎？坐穩扶好，我們現在馬上就要進入葡萄牙的魔幻時間了。第一波深度吐槽，跳蚤的人權和法官的殺蟲令。首先咱們來看這條啊，發生在地處波爾圖附近的瑪雅新城。在阿瓜桑特這個地方，有一戶老人家，因為某種原因呢，家裡成了跳蚤的諾亞方舟。這可不是幾個的問題啊，這是規模龐大的跳蚤軍團呢，已經多到引發了整個鄰里之間的集體恐慌。為啥呢？鄰居們天天在外面撓這兒撓那兒的啊！市政廳也知道這個事兒。按理說，消殺隊進去噴藥不就完事兒了嗎？大哥，這是葡萄牙，在葡萄牙官僚的邏輯裡，那是私人住宅神聖不可侵犯呢。市政廳的人在門口急得團團轉，但就是不敢推門啊。為了能合法殺個蟲啊，瑪雅市政廳竟然走了一套最高規格的流程。啥呢？他們向法院申請了強制进入許可。你沒聽錯，得等法官大人在百忙之中簽了字兒，判定這群跳蚤已經威脅到了公共衛生，消杀隊才敢在警察的護送下威風凜凜的進屋。朋友們，你細品品，在葡萄牙，鄰居家的跳蚤咬了你，你還不能直接報警，你得先找律師啊！我想象一下那個畫面，消杀工人在噴药前，是不是還得一臉嚴肅的對着跳蚤宣讀法院的判決書啊？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呼吸的每一口杀蟲劑都将作為呈堂證供。我就想問問，這法院走程序的時間，跳蚤們是不是已經繁衍個10代8代了啊？順便還能考個駕照。這種程序正義用在跳蚤身上，跳蚤都有點覺得受寵若驚了，好嗎？接下來咱們看看第二波深度吐槽啊，教育部玩起了消失的試卷。如果說跳蚤的事儿是過於嚴謹，那接下來教育部這波操作，那纯粹的業餘操作啊。有一名學生呢，寒窗苦讀參加國家考試，結果成績出來一看，哎呀媽，不對勁兒啊！去申請查卷才發現，他們的部分試卷竟然被教育部門給弄丟了。你沒聽錯，丟了，不是弄埋汰了，也不是评分錯了，是物理意義上的人间蒸發，没有了啊！这可是国家考試啊！更魔幻的補救措施來了，這孩子一氣之下，這把教育部告上法庭。最近呢，法院判了，限令教育部在48小时之內必須把那張卷子丟了的卷子給交出來，給找着，否則教育部每天都要接受罰款。教育部這回啊，考試拿了個 F 啊！他們連保存試卷這個送分題都沒做對，48小时限时任務。我猜教育部現在連全办公室的人都在玩密室逃脫之尋找消失的草稿紙吧？如果最後還是找不着，那教育部打算怎麼整？是不是準備給這個學生發個安慰獎？親，由于我方失誤弄丟了你的才華，先保送你上哈佛，包郵哦。哎呀，這種把國家考試當做大富翁遊戲的作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葡萄牙了。第三波，公務員的床墊存錢大法啊！接下來這條新聞呢，可能會讓你重新定義打工人這個詞兒。在葡萄牙呢，有一個專門負責合法化非法移民的國家技術人員啊，聽聽這個職位，
權力不大，但油水，哎呀媽呀，啊不，那個因果呀，那是很重啊。最近警方突襲搜查了這位大姐的住所，你猜怎麼的？警察在她家裡竟然搜出了高達79.1萬歐元的現金呢，將近80萬歐元呢，全是鈔票啊！来，我給大家算算啊，那葡萄牙普通公務員月薪才多少錢？他得不吃不喝幹多少年才能攒夠这80萬歐元現金呢？這位大姐是對葡萄牙銀行系統的信任度，顯然還沒對他家的床墊高哈。以後啊，大家也別再問葡萄牙公務員月薪多少錢了，你也應該問問你家床墊有多厚。這哪是收紅包啊？這簡直是在家裡開個私人中央銀行啊！當全葡萄牙人民都在抱怨生活成本太高、通貨膨脹嚴重的時候，這位國家技術人員在家裡體驗數錢數到手抽筋的物理治療啊！這反差感簡直是朱門酒肉臭，路有80萬元現金呢，這個魔幻升級版啊！來，第4波，1000萬歐元的最貴拒絕信。最後呢，咱們來聊聊里斯本地鐵的圈圈怨念啊！里斯本地鐵擴建的事鬧的是沸沸揚揚。民眾和在野黨一致強烈要求建設這個所謂的環線啊 ，linea in lasso， 覺得這樣更科學。結果政府硬是頂着壓力，堅持要搞他們原定的那個環線計劃。更魔幻的是啥呢？為了拒絕那個更合理的方案，政府最終付出的代價竟然是1000萬歐元。你沒聽錯啊，花1000萬不是為了建設，就是為了拒絕。在這兒呢，不聽老百姓的建議，有時候比聽建議還貴。1000萬歐元呢，買個不字啊，這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昂貴的拒絕了吧？我覺得葡萄牙政府在如何精準地繞開民意這項技能上，可能投入了一筆巨額的研發基金。你看里斯本地鐵那個線路圖，它不僅是折射了里斯本的交通，還折射了官僚們腦子裡那個繞不出來的圈圈。好，來，接下來咱們快速過一下本周的其他魔幻快訊啊。第一個，高檔沙灘的白粉福利啊，在 Troia 啊，一個頂級富人區海灘，竟然有2.1噸可卡因直接被衝上了岸啊！原因是毒販卸貨失敗了。這哪是潮汐呀？這是高純度的致富機會呀！住在附近的名流們，哪天啊冲浪體驗，這家伙可別整太上頭了啊！第二個，這個 TAP 航空的里斯本回頭箭，一架從里斯本飛往巴西的 TAP 航空，因為緊急情況被迫折返。重點是啊，這已經是這家航空公司2天內發生的第2次類似的事故了。TAP 縮寫大概是take off and postpone。起飛並推遲。你買了 TAP 的票，你買的不是機票啊，你是買的里斯本半日深度回眸遊啊。第3個，來，地下道的小強派對，還是剛才那個要向法院申請杀跳蚤那個瑪雅啊。最近那裡的下水道蟑螂也開始大規模出沒了。瑪雅市政廳建議大家近期出門不僅要帶法律顧問防跳蚤，還得要帶雙好球鞋，因為你可能隨時要參加全程踩蟑螂馬拉松大賽。好了，這就是本期的葡萄牙奇葩新聞大聯播啊！看完這些，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覺得葡萄牙的生活就像一出永遠不落幕的荒誕劇？這裡雖然行政低效，官僚奇葩，但這種魔幻美學，不正是我們愛這裡的以及想吐槽這裡的理由嗎？如果你也有類似的奇葩經歷，或者你覺得哪條新聞最讓你噴飯，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或者彈幕分享啊！別忘了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支持人在葡萄牙喲！生活已經這麼魔幻了，我們除了笑還能咋的呢？下期魔幻再見，拜拜。